为自己逃票坐飞机，她紧张地抓住陌生男人的手，男人刚要出言提醒，抬头却是一张清纯甜美的脸庞，迎合着握紧她的手腕。直到女孩渐渐平静，瞧见男人手下的怪异眼神，女孩才意识到自己的唐突。她一边羞涩地道歉，一边给男人包扎伤口，看着手上可爱的创可贴，再看向一脸愧疚的女孩。男人体会到一见钟情的含义，刚想要个联系方式，飞机却不合时宜地到了站。但每一次交集，上帝的手指就会拨动缘分的弦。两人在一家医院再次相遇，擦肩而过的瞬间，安妮看到男人手上的创口贴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已然驻留在原地望着她，而仅此一眼，仿佛穿透了万年的情缘。看着对方向自己走来，安妮的心脏跟着砰砰直跳。Siz ne yapıyorsunuz burada? Pansumana geldim. O kadar mı değişmişim? Ya, ölümlerden dönmüş. Çok özür dilerim. Şaka şaka. Siz burada mı yaşıyorsunuz? 帕克被问起这个问题，表情顿时变得异常凝重。他的身份还不能公开，而安妮也没有过多追问。他们默契地到餐厅共进晚餐，看着眼前这个热情洋溢的女孩，帕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宁。她像是一团火焰，毫无预兆地闯进了他的世界。之后的一段日子，两人的约会逐渐频繁，但只要话题涉及到工作，帕克就以沉默代替回答。好在安妮很聪明，及时岔开话题，不再过问，而手下也看得目瞪口呆，因为还从未有人敢这样捏大哥的脸。这一场迟来的恋情，像少女般怀春的悸动，让人不禁感叹缘分的奇妙。和大多数热恋的女孩一样，安妮会在路上情不自禁的傻笑，也会在逛街时不自觉想起帕克。他们之间没有深情的告白，只是一个试探性的亲吻，就将两颗炽热的心牢牢拴在了一起。但帕克有时会突然消失几天，因为他的枪伤需要避开安妮。对于帕克而言，安妮就是他的治愈良药。他为她褪去了革履西装，他也为她穿上了碎花裙。他们的爱情如同18岁的初恋一样纯真美好的，让人充满遐想，好像远离了人间烟火。伴随着欢声笑语，两人共同横跨了整个四季。而帕克似乎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，直到又一个春天来临，保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巷口正停着一辆车。等看清车里来人的那张脸，帕克明白该来的终究会来，而安妮对此一无所知。她最近几天经常干呕，检查才得知自己已经怀有身孕，连忙把这个消息分享给闺蜜。10 kutu bitirdi. Hepsi pozitif. Ay ya sen aşık oldun. Bir de hamilesin. 安妮说着说着，声泪俱下。她很珍惜这段感情，这是她和帕克爱情的最美见证。可帕克的弟弟听到这番话后如临大敌，他恳请安妮保守这个秘密。如果让帕克知道怀孕，必定会威胁到她的生命。因为帕克即将回家族处理棘手的事，安妮从未问过帕克的事，但为了爱人的安全，她答应乔治暂时隐瞒怀孕的事。帕克在临走时看到安妮依依不舍的模样，帕克答应处理完立马回来。安妮抑制住心中的冲动，送给他一块印有合照的手表，这是两人1年的幸福缩影。而作为回礼，帕克也拿出了准备已久的礼物，是一枚精心挑选的戒指。戒指缓缓戴上无名指，安妮激动得泣不成声。尽管不知道帕克的身份，也不知道分别意味着什么，但这一刻，她只想沦陷在他的怀抱里。Döndüğünde benim de sana bir sürprizim olacak. 帕克离开后，安妮依旧沉浸于幸福中，完全没察觉到危险正向她靠近。乔治谎称给她准备了惊喜，将她带到了一间废弃仓库。出于对乔治的信任，安妮没有一丝防备。当看到帕克堂哥的一瞬间，她才意识到这里并没有惊喜，等待她的只有难以置信的真相。 Kiminle beraber olduğunu biliyor musun? Ne demek Hamza abi? Bu artık masal bitti demek. 原来帕克是第2大飞帮家族的继承人。就在1年前，他们家族与另一个家族分配不均，帕克在冲突中遭受重伤，而他也顺势击杀了对方的掌门人，因此两家结下了恩怨。为了躲避追杀，帕克来到安妮的小镇养伤，但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会在这里遇见清纯甜美的安妮。帕克也想和安妮共度余生，可母亲告诉他，两大家族经过1年的拼杀，现在都已经精疲力尽，只能以联姻来化干戈为玉帛。但对方提出联姻人必须是长子。从目前的局势来看，安妮肚里的孩子就是最大的阻碍，而堂哥就是前来执行这项任务的。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让安妮所有的期待化为了泡沫，她眼里噙着泪水，双手死死地护住未出生的宝宝。直到现在，安妮依旧不敢相信这一切。可堂哥没给她考虑的时间，当即叫来手下，强行将她拖往打胎手术室。安妮哀求乔治救救自己，可为了哥哥的前途，她只能选择袖手旁观。安妮泪流满面地躺在手术台上，
看着医生拿着针管向自己靠近，又看到后面有道铁门，或许是母亲的保护欲使然，他一脚踹开大意的医生，然后从后门逃离了这里。可跑得太过急促，他在马路上遇见了车祸。幸运的是，安妮只是胳膊些许擦伤。不幸的是，堂哥并不打算放过他，他打电话让乔治处理掉孩子。乔治看着病床上的安妮，内心生出怜悯之心，跟堂哥谎称孩子已在车祸中流产，但谎言只能解决燃眉之急。他劝说安妮离开帕克，这样才能保住帕克的性命，也能保住安妮和孩子的性命。 Yenge. Abimi seviyorsan ondan uzak dur yenge. Bana yaşamı teklif et. Başka bir çare yok yenge. Yenge abimi seviyorsan git. 为了爱人和孩子，即便心中万般不情愿，安妮也只能狠心离开帕克。她曾经有多美好，现在就有多悲伤。而此刻，帕克正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，他希望将联姻对象换成弟弟，可对方坚决不同意，因为对方的长女从小就喜欢帕克。明知谈崩有开战的风险，帕克依旧拒绝了对方的联姻。多日的洽谈毁于一旦。早已回国的堂哥追上帕克，他让帕克多为家族考虑，不能因为一个野女人搭上家族的未来。帕克听后恼羞成怒，他宁愿不要家族继承人的位置，也不准任何人欺负安妮。可等他赶到两人的公寓，这里早已人去楼空。此刻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直到乔治告诉他，安妮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。但乔治没有说安妮怀孕的事。帕克站在天台失声呐喊，他怨恨老天对自己不公平，也怨恨自己没能保护好安妮。而安妮其实并没有离开，她暂时居住在了闺蜜家。闺蜜听完安妮的遭遇，认为帕克是一个玩票的公子哥，这种人根本不值得托付终身。就在这时，帕克突然出现在了门外。为了不让安妮再次上当，朋友把她推进楼上的房间，保险起见，还将房门给上了锁，然后谎称安妮不在这里。帕克略微有些失落。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抬头却看到那道熟悉的身影。他想要上去解释联姻的事，可朋友却极力阻拦他。相互推搡间，帕克的手枪不慎掉落，警车闻讯赶来，将他团团围住。本无恶意的他因为持枪被抓捕。安妮在房间失声痛哭，她何尝不想投入他的怀抱，只是相见也难逃分离的命运，咫尺之隔却如天隔一方。他们享受过烟花瞬间灿烂的美，也定要承受烟花散去的凄凉。不久之后，帕克被强制驱逐出境，而安妮也带着悲伤返回了家乡。见到父亲那一刻，积压许久的情绪再也抑制不住，他无助地趴在父亲肩上，任由眼泪夺眶而出。他一度以为没有了他，就没有了精彩的世界。他整夜的失眠，反复地回忆那份甜蜜。他曾经也想过舍弃掉孩子，迎接新的人生，但最终还是于心不忍。看着父亲憧憬他结婚时的模样，安妮心中五味杂陈。犹豫再三后，她将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了父亲。 Baba ben hamileyim. Hamile misin? Daha sonra anlatamam sana. Dün aldırmaya gittim ama yapamadım. Karnımda hissediyorum. 父亲的笑容戛然而止。对于封建的父亲而言，未婚先孕无疑是家族的耻辱。不管安妮如何痛哭，也不管她如何解释，父亲坚决让她打掉孩子，不然就断绝父女关系。因为这件事意见不合，安妮身边没有了任何依靠的人，她必须工作养活自己。即便生活百般艰难，但感受着孩子跳动的喜悦，她就会对生活再次充满希望。而父亲虽然依旧不理她，却经常帮她分担起些许家务，似乎一切都在变好。只是随着肚子越来越大，闲言碎语也跟着蜂拥而至，这让本就难堪的父亲颜面扫地。他冒着暴雨来到妻子墓碑前，埋怨女儿的不检点，也埋怨妻子让自己独自承受。安妮想征得父亲的原谅，却再一次发生争吵。 Gel kızım gel. Beni evlat yakın etme gel. Affetmeyeceksen Esma'ma öldür. Hakkımsa helal olsun. Ya öldür ya affet baba. 争持之下，安妮的腹中突然剧痛，父亲顿时慌了神，赶紧让小孩去村里叫医生。虽然平时嘴上埋怨女儿，但关键时刻父爱永远不会缺席。阵阵剧痛席卷了安妮全身，她拼命呼喊帕克的名字。她多么希望此刻他能守在自己的身边，她多么希望他能亲眼见证孩子的出生。深爱着彼此的两个人，思念也必然是相通的。虽然迫于家族压力，帕克最终不得不接受两方的联姻，但他从未碰过妻子艾莉，即便他们是青梅竹马，即便妻子打小就喜欢他，可不爱就是不爱。不管妻子如何讨好他，帕克始终坚守着那一道防线。其实艾莉也清楚，帕克的心里没有他的位置，但他不愿轻易服输。为了获得帕克的关注，甚至不惜在会议上公然作对。帕克恼羞成怒，他郑重地警告艾莉，两人结婚只是一场交易，他的心里只有安妮一人。这些年，他从未放弃寻找安妮的下落，结果都是无功而返。直到这天，手下匆忙跑进公司，他找到了安妮居住的地方。帕克一刻都不想等，马不停蹄赶到指定位置，透过金黄的麦穗望去，他的身边多了一个陌生男人。多年的执着换来
来的却是一场空欢喜。帕克心有不甘，他忐忑地来到安妮工作的地方。四目交织的刹那间，两人内心同时掀起了惊涛骇浪。朝思暮想的人就在眼前，可为了帕克的安全，安妮只能说出权衡利弊的话语。 Deneyecek bir şey yoktu. 帕克难以置信，他静静地注视着安妮，试图找出她撒谎的证据，直到屋里传出婴儿的哭啼声，他的心彻底归于寂然。帕克离开视线的那一刻，安妮立即瘫软在地上，在疯狂思念中囚禁自己一年又一年，相见后却不得不亲手将她赶走。而不知真相的帕克同样难过无比，没有安妮的人生彻底失去了意义。即便朋友生日会上，他也依旧沉默不语。艾莉无法忍受帕克的冷暴力，两人发生了剧烈争吵。他将带有合照的手表摔在地上，当着帕克的面将他和安妮的曾经踩得粉碎。唯一的念想支离破碎，帕克沦为了行尸走肉。他试图在酒精里迷失自己，可这里每一首歌，每一个场景都会将他的思绪拉到安妮身边。10年转瞬即逝，安妮的孩子已然长大，而身边的男人其实是远房表哥。命运之所以让人捉摸不透，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。安妮在一次度假中，却意外和帕克乘坐同一部电梯，但她并没有注意到帕克举手投足间尽显妩媚，瞬间填满帕克内心的空缺。更让帕克震惊的是，安妮的孩子竟和自己同名。他的脑中顿时嗡嗡作响，联想到那天安妮告诉自己的惊喜，强烈的预感涌上心头。但艾莉就在身边，他只能压制住内心的冲动。晚上，帕克找到餐厅，看着与自己长相无二的男孩，一切已经水落石出。这场迟来的重逢在所难免。 Ölü gibi yaşıyorum. Ne olur ortalıktan kaybol. Utanacak beni demedi. 安妮深知隐瞒毫无意义，两人因此解开了多年的心结，10年的委屈终于在这一刻土崩瓦解。帕克哽咽着询问离开的原因，一瞬间，曾经的不甘与委屈倾巢而出。听着安妮述说着起因，帕克心疼的流下了热流。他准备带安妮远走高飞，一家3口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可惜事与愿违，他们重逢的事被艾莉看到，在弟弟的不断怂恿下，艾莉眼里透露出坚定的杀意。这天晚上，帕克梦到有人针对他儿子，等他从梦里惊醒，看到儿子正在河边玩耍。帕克深知和安妮的再次重逢必定会惹怒艾莉，果不其然，他接到了艾莉弟弟的电话，乔治已经被他们绑走，想要救人必须只身前往。帕克明知过去九死一生，但为了安妮和孩子，也为了自己弟弟的性命，他必须前去赴约。儿子在摇篮曲中渐渐沉睡，而安妮在长椅上泪流满面。帕克只身来到对方阵营，他用自己换乔治先行离开。面对打小深爱的男人，艾莉仍旧要给他一次机会，只要安妮离开，他可以既往不咎。但帕克深知没有安妮的日子度日如年，于是他将手抚向扳机，询问是否只要自己付出生命，就可以平息两方的仇恨，就可以保住安妮和孩子的性命。意识到帕克做出了选择，艾莉的眼眶顿时湿润，她心疼的点头。看到艾莉如此优柔寡断，弟弟就要上前处理掉帕克。最终枪响了，是帕克自己扣动的扳机，他为爱情牺牲，也为家族牺牲。而等待他回家的安妮有所感应，一刹那肝肠寸断，失声痛哭，泪流满面。他们相识于浪漫至极的邂逅，却终究没能陪他走完这一生。虽然现实时常不公，但你爱过的人都因为你的存在而幸福过。不管在生活中遇到什么，都不要放弃对爱的向往。爱情有千千万万种样子，7秒钟每一个相信爱情的人都如初恋般甜蜜。